嗨，大家好，我是 MAD 的水亮老师。大家好，我是耀仪。耀仪，我们上次把这个 HG 的披风移植到这个 RG 上面，对，然后还没有上色。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这次要来做战损。这次战损呢，我们准备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刀头，那里面可能有陶瓷磨头啊，有这种三角形的磨头啊，也有圆的，甚至有些砖头。我们该怎么运用到这个机体上？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排除它故事设定。你说它是设定上应该是宇宙用的嘛？对，宇宙用。那我们把它设定成是创斗的那一台，好不好？它是可以在地球战斗，可以在不同环境战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测试各种不同砖头可以带来什么效果。还有下一步，你不是有去学一些笔图技巧吗？对，我们再把它用进去。然后还最后一个小小的作业，无论你是要用一个木底做，无论你是要用一个亚克力底做，随便你，我规定你这次一定要一个小底做，我要让你的作品完整性高到爆炸，给下面很好吃的人看看什么叫做单体。没问题，也给他看看什么叫做高光阴影。那我们就开始吧 ，Go！
耀宇这是厉害呢，骗假啦！我看这一次这个地台，还50%翘50%，有成功一半。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东西放大成1:100，哇，那一定超震撼。但是这个东西虽然很小，这件作品虽然很小，可是五脏俱全，细节满满。那我们就请耀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作品的设计跟规划是怎么样。好，那因为上一集我们是做了RG 的遗址改造，那这一集主要是针对它有战损旧化。那我们首先讲弹痕部分，我们主要就是搭配了新出的 N3电机跟 CKC 的刀头去做搭配，做弹痕的处理。那首先在零件的上，我们会想象一下零件弹痕过去的瞬间，它会有一个痕迹嘛，会有轻到重的感觉。那在讲另外一种弹孔的痕迹的话，像这种穿透的弹孔，我这次使用的就是工具人有出一个电热刀，主要就是加热之后可以去溶解我们的塑胶零件。那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穿透的弹孔。再来讲刀痕的部分，那刀痕的话，主要看这条零件。首先是用我们 N3 电机搭配 CKC 它出的一个切锯。那我们在这个我已经画好的草稿上，先大概打一个底，做一个切面。切面出来之后，再搭配普罗森的超音波刀，然后再做一个细微的处理，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刀痕。哇，这很漂亮哎！因为它还有翻起来，像那种金属薄薄的翻起来那种感觉。对，最后讲一个零件溶解的部分，像在这一块零件上，就是我做一个很大面积的战损，那一样是使用工具人的电热刀。我先把这个零件切完之后，然后搭配了一个很可爱的小汤匙，然后去做零件边缘的溶解，让它溶出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的感觉。哇！这真的很棒哎！后面的涂装也很精彩哎，很有质感，就很有层次。好，那最后就是讲到涂装的部分，因为我还要做一点阴影，就是之后我们还要做一点字型。对，那所以高光阴影的话，高光的部分我会稍微再打亮一点，它的对比更强烈一点，因为你在自洗之后，整个层次会变降低，明度会降低，所以我们就是在高光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打亮一点。会发现说，像在蓝色裙甲的部分，你会发现中间的高光都会比较亮一点。那在白色的零件的话，我主要会用了很多层，底色有用了很多颜色去做搭配。例如说，你萨克在跟这个钢弹对打的时候，那个斧头打到光束键，它可能会喷溅出一些火花。它喷溅出来的这个火花，它有可能让这个机体上的漆料混合在一起，也有可能是一些不同的感觉，以及周遭环境不同的光源。所以，即便你是一个颜色，里面都可能混着各种色彩。对，没错，厉害啊！那整体颜色都上完之后，因为我们有做很多战损嘛，那我们战损的话就是使用到了摩多，它烟熏色的话就会从慢慢的橘到慢慢的有点棕色，然后到慢慢的变深的黑色。那用这种层次感去在我们要做有战损零件的边缘先去
喷漆，喷完之后再用银色去做干扫，就可以做出这种战损的感觉。再来我们就进入笔涂的单元。那笔涂的话，我很推荐的就是使用 Airbist 的 Wash， 其实我算第一次做旧画。对，那你现在是很臭屁的意思吗？没有，就是我第一次做就做这么好。请说，你继续说。我们涂上去之后，它干了，还可以用水去慢慢的去做微调、做调整。对，你洗了哪里？我洗了，全部的零件都有洗。全部零件都有洗。白色的零件的部分，我们就是使用了咖啡色，然后还有黑色，然后还有灰色的wash液，然后三种颜色，是有3种颜色。然后慢慢的去用笔涂，慢慢的刷，然后假设觉得零件太重的话，我就用水慢慢的把它洗掉，沾水之后去慢慢的把零件上面的颜料慢慢的洗掉。那洗掉之后，洗到你觉得有一点层次感出来之后，就可以做后续的变化。那后续的变化主要还有用到面相笔。对，我们面相笔就是用尖头的部分，那我就是在这个很多零件的边缘呢，去做一些画线，画一些零件可能有掉漆，是零件被碰撞有露出里面的钢板的银色。对，就是用面相笔去面相笔会慢慢点很多颜色出来之后，就会做出很多的层次感。所以只要用2支笔就可以做到？没有，其实用了很多笔。还有什么不同的笔？有什么不同的功能？还有用一种叫做 Weathering， 用这支笔呢，我刚刚有看到白色的零件上面有很多，还有一些白色的痕迹，就是用这支笔去慢慢的搓。还有什么？平笔还有另外一种功用，平笔的话我也可以用来干刷，像我们刚刚这个刀痕的部分，这个干刷就是用平笔去做干刷。因为你假设用圆形的那种干刷笔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旁边的零件的颜色都刷出，就是刷到银色。好，那我先买这3个，还有吗？还有，好，继续买。好，那我继续买。好，对，干刷笔这个一定要有，主要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这个零件有大面积的战损，那用这个干刷笔就非常的方便。这种是针对大面积去做整个平面。对，好，那我也买。还有什么？这个是半圆笔。半圆笔，它又有什么功能？半圆笔的话，主要我还是有用到一些wash。对，因为当你零件你又有点被你拉得太亮的时候，又可以用半圆笔，因为它的好处是在零件上可以慢慢的去做wash的清洁跟自洗。这个我听懂了。有时候你会拿这个沾溶剂，对，把整个面一次勾勒出来。好吧，那我再买一把。还有吗？差不多了。好，那反正我先买这5把，我就可以做出跟你一样的作品。对，应该可以。那我现在听完以后，豁然开朗啊。对。这是哪一家的笔啊？这不是我们家出的。我们家什么时候出这个笔啊？你们知道吗？对，我们即将推出100多款这个笔型，然后这是手打的折枝，然后里面还会包含这个洗喷笔的笔。对，没错。那洗喷笔我看到有人用那种200-300块的笔，我们这个比较平价，而且好用，真的好用，真的很好用，而且很有质感。然后在我完全不会笔涂的状况下，就让旧画的高手来示范。第一次旧画，对，因为你有这么好的笔，所以第一次就可以做这么好。好，我先不要臭屁好。你这个地台也很有料这个地台就随便拿一堆废框、废件去做拼凑。那当时也是想说，这台机型主要可能就是主要在宇宙中做战斗。对，那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地台的话，我就是用一个宇宙的场景，可能像是在殖民卫星之类的场景去做一个改造。殖民卫星的碎块，这个刮痧做得很赞。对，这里就是用那个超音波刀，慢慢的去做切割，然后再把它凹。对，然后搭配可能会有一点用到打火机，会用到打火机去烧一下。对，可是，在用打火机的前提下，请大家注意通风以及安全防火。对。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
以往我们在做这个 HG 的时候，就这支单体做完这样摆着就很高兴。但是我总觉得它缺少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它少了一个地台啊，一些点缀物，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这个很难的作业给你。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好看哦。你们想象我们走进 FAT 博物馆，有一根小柱子这么高的，然后它就摆在这根小柱子上，它就是一个完整性很高、超高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次做这样真的是不错。这一集节目真的非常精彩。那没看过第1集的欢迎去看。那也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旧画的尝试啊，各种工具的战损啊，整个作品的设计规划。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这一集就到这边啦，拜拜。拜拜。听说这台你做很久真的做很久啊，你做到多久？起码上次算完应该有3个月了。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的体积的大小，所以不够醒目。然后以及它如果再有一个名牌，说这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所造成的一个什么事件、什么故事，那它完整性就会真的100分，好吧？没办法，因为是做 RG 嘛。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挑战 MG 版？不要。好，我们支持。我不要，你自己拍一下。拜拜。模型师 Cody 他们家的年菜推出啦！青青餐厅主厨阿发师每年推出的年菜都超级无敌好吃，特别有当家必点招牌料满到爆出来的佛跳墙，还有入口即化的皮绑卤笋丝，以及超级顺嘴的蒜香猪腱骨等年菜。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考下方资讯栏，数量有限，赶快打电话给青青餐厅，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丰盛的年菜，共同制造美好回忆。新年快乐啦！